你有听过 Shein 吗 ？BBC 说，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你可能已经超过30岁了。这是因为 Shein 这个品牌呢，在年轻人世界里面红得乱七八糟。除了台湾人之外呢，欧美、西亚、东南亚也通通沦陷了。但同时也有另外一派的声音一直在强调 ，Shein 的东西不要买，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Shein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你有在Shein上面买过东西吗？就算没有买过，你也很可能呢在 IG 啊或是 Facebook 看过它的广告，就连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一大堆的开箱Shein衣服的影片。但影片当中的 YouTuber 一次都买超多件，好像买衣服不用钱一样。而且大家的这个 OS 呢也没有错，因为Shein真的便宜到像是不用钱一样，很多衣服呢只要几十块台币就买得到。但是在它便宜的价格之下，也延伸了许多的争议，例如衣服的品质不好，穿得容易破、剥削劳工，还有抄袭问题等等。因此，今天我们会从Shein的崛起开始说起，这些争议怎么来的，还有他们又是如何回应的。最后也会来聊聊我们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家公司。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会不会也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找到约会的对象已经越来越难了呢？就让今天的干爹 V9 来帮帮你吧。V9 的最大特色就是真的约了出来，它可以透过周办专区一键发起约会，并设定各种偏好跟条件，而且它还设定了20种约会主题，依照用户的相似度配对，想要色色的帮你找床伴，想要约会的也能够约吃饭。另外 V9 也有许多实用的破冰工具哦，像是酷视区里面充满了各种网友们做过最酷的事情，还有约会7问7个约会相关的私密话题，让你秒懂对方的价值观，再也不用担心第一句要怎么开场了。想要直接开始约会，不想要再尬聊半天吗？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下载 V9， 早上开揪，晚上约会成功。Shein 是中国第一个成功行销到全世界的零售平台。那虽然它还没有上市，但2022年4月刚完成新一轮融资的他们，目前估值超过3兆台币，差不多是 H&M 跟 Zara 加起来后的数字。这间2008年在广州成立的公司，最早呢只是卖线上婚纱，但由于中国低价电商服饰早就饱和了，所以他们决定转型，从2015年开始主攻国际市场，以欧美和澳洲为目标发展。最早 Shein 的网页呢连中文都没有，也没有揭露自己是中国电商，但很快就卖遍了250个国家。然而 Shein 在这些国家都没有任何的实体商店，只是偶尔开快闪店而已。而在疫情期间，纯线上运作的 Shein 也不受到封城影响生意，甚至还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滑手机而业绩迅速的飙高，并在2021年5月超过了 Amazon， 成为美国下载量最高的购物 App。它不只被誉为是新一代的独角兽，它成功案例呢更被像 Cider 啊、Zaful 等等的中国公司复制，以国际品牌的身份在世界爆红。许多人对于Shein的印象呢，应该都是来自于社群媒体上面的广告。的确哦，Shein一开始呢就是砸钱毛起来买社群版面，不单广告，他们还邀请了许多的网红分享穿搭，无论是欧美校园剧的青少年偶像，或者是粉丝追踪数几百人的小网红，都是他们的合作对象。而其中 TikTok 就是Shein的主力战场，截至今年的7月底时，他们在 TikTok 上面已经有超过4800万的粉丝了，相较之下 Zara 只有350万而已。另外，他们还会邀请Shein的粉丝跟 KOL 拍穿搭影片当中呢，主角会收到一大袋来自Shein的衣服试穿，有点像是玩真人版芭比娃娃一样，一支影片里面可以换超过10套衣服都很常见，而且这个策略非常的成功。根据统计哦，Shein大概有10% 的网站流量是靠社群转换过来的。那除了行销之外，Shein的价格以及品项更新的速度跟数量呢，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大部分的人在第一次看到Shein的款式跟价格的时候，应该都会吓到。首先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衣服的设计都非常的神奇，像是呢会有超级洞洞装，或是胯下整条挖空的裤子。那这些超吸睛的衣服呢，常常被年轻人封为是跑趴必备。再加上它的这个价格真的超便宜哦，在上面买件衣服平均才300台币，甚至呢有几十块的都有。不少人呢一进它的网站就很难全身而退。那Shein能够有这样子的产量跟价格，主要是因为Shein位在成衣业蓬勃的中国，他们和大量的代工厂合作，每天生产多达6万件新产品，而网站上面呢，随时都有60万件商品可以选择。而且Shein也很聪明哦，每个产品呢都只做50到100件，卖不好就砍生产线，卖得好呢就增量。每件产品都无时无刻在接受销售量的这个检验，让他们可以更及时的评估，配合市场调整。那为了要有那么多的新款式，他们除了聘雇大量的设计师之外，还会导入这个 AI 数据分析，随时掌握社群上面的潮流。而且 AI
AI 不只提供分析资料，甚至连初步设计都能够做。根据统计虚印从开始设计到上架，平均可以将时程压缩在10天内，随时走在时代的尖端。然而，这样的超级快时尚，当然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为了压低价格虚印的原料大量使用不环保的合成纤维，还曾经因为材料太烂，几度被爆出含有危险的化学物质。而此外呢，许多买家也纷纷抱怨，他们购买的衣服常常穿一次就破了，只好直接送进垃圾桶。而且变成垃圾的衣服还不只有这些。在虚印如果消费者购买衣服后不喜欢，或是因为不适合退货的话呢，虚印也不会像其他品牌一样理货后再重新上架，而是会直接丢掉。往好处想呢，就是大家都会拿到全新的衣服，但真正的原因是虚印制造衣服的成本实在太低了，这一件新的都比整理退货更划算，这就制造了非常大量的衣服垃圾。虚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血汗衣服，为了要在短时间内供应大量的产品，他们的工人就必须要疯狂的加班，甚至到了1周工作75个小时，每周只准休息1天的地步。而且在虚印工资的算法呢是按件计费，如果不合格呢就会退货。工人除了工时长之外呢，还得要承担不合格就赚不到钱的压力。2022年5月的时候，法国的一间虚印快闪店也曾经被抗议者包围，因为当时 TikTok 上面流传一段影片表示虚印的标签上面工人们偷偷的缝上或写上求助的字样，希望外界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协助改善劳动环境。而此外，虚印也被发现他们在中国的招聘广告里面直接表示维吾尔族等特定民族不能够应征，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不过这些都还不是虚印最受批评的争议虚印目前最受关注的其实是他海量的侵权官司。虽然大家都说时尚呢就是抄袭来抄袭去，而且快时尚产业又特别的严重，就连大家熟知的 H&M 跟 Zara 也都有过侵权的官司。但虚印的前科数量实在是太让人惊叹，光是2019年至今他们在美国被告的案件就几乎是 H&M 的10倍。许多告虚印的人都是插画家或是独立设计品牌，例如像是奈基利亚支持女性编织的公益品牌，以及澳洲的比基尼品牌等等。网站上面呢也常常出现虚印偷了我的设计的贴文，甚至还有人呢会特别帮虚印整理他们最近又抄了什么。而除了小型的设计师之外呢，虚印的这个侵权官司的原告也包含了大型时尚公司，像是 Ralph Lauren、Levi's 还有 Dr. Martens 等我们听过的牌子。就连墨西哥政府都公开表示认为虚印上面有款服饰抄袭了墨西哥当地手工品牌，是对玛雅文化的文化剥削。但面对这些指控，虚印又是怎么应对的呢？面对抄袭指控时呢，虚印通常都会先评估一下热度，如果抗议声量比较大的话呢，他们就会快速的下架衣服，或是以不公开的金额跟对方和解。但他们常常会把错推到供应商身上，例如他们会说我们也不想要侵犯别人的智慧财产权以后呢会多多注意供应商有没有再犯之类的。但类似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根本没有改善。针对剥削的指控呢，虚印则是拍影片回应说，这些都是假消息，都是网友 P 图恶意抹黑。他们呢一直都很认真的维护供应链上面的劳动权益，如果有发现问题呢，绝对会立刻采取行动。但实情到底是如何，大部分的人都找不到管道了解，虚印呢也没有端出能够说服人的证据。而另外，在关于浪费与污染环境等等逃不掉的议题上面，虚印呢则是有在今年6月的时候承诺，他们将会成立生产者责任基金，帮助加纳，也就是现在世界第2大的二手衣进口国发展仿料的废料回收。根据统计每周呢有1500万件二手衣被运送到加纳，但其中40% 会被浪费掉，而且因为加纳没有垃圾掩埋场跟焚化炉所以许多用不到的二手衣都会直接丢进海里变成海废，严重的影响当地的生态。但虚印的承诺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加纳改善环境，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成果，而这个部分就很需要大家持续关注的力量来监督他们。我们一开始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单纯是想要知道虚印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品牌，为什么可以那么的便宜又这么的红。而在了解了之后，确实发现他们在社群行销上面很有一套，但在垃圾处理劳权以及抄袭问题上面却都有很严重的瑕疵。只不过有类似问题的企业其实有很多，虽然有很多人会说每次消费都是一次价值观的选择，但因为这些大公司能够掌握的话语权其实比劳工或是一般的消费者都还要大上许多，所以我们很难获得足够的资讯来判断我们的每一次消费是不是都真
的能够不违背我们的良心。因此，我们会觉得，如果各家公司愿意主动释出讯息，例如告知消费者他们有使用多少比例的环保材质，他们有做出哪些行动维护员工权益，或是他们改善政策的进度如何，都会让消费者能够更安心的消费，也很鼓励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友善环境跟劳工权益的品牌哦。那最后呢，也想问大家，哪些是你消费时会特别注重的价值呢？ A. 环保会特别支持使用环保材质的产品。 B. 生态与劳工权益会特别选择公平贸易的食品。 C. 人权会拒绝购买使用新疆棉花的商品。 D. 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SHEIN在红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新疆棉花有什么问题，以及流行从哪里来。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